我是纳瓦尔。环顾四周，你看到了什么？繁华的都市，匆忙的人群，闪烁的屏幕，永远处理不完的消息。每个人都在奔跑，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今天就像几千年前一样，人类依然只分为两类，不是富人和穷人，不是左派和右派，甚至不是所谓的精英和大众。这个世界只有两类人，奴隶和自由人。这听起来很刺耳，对吧？你可能会反驳我，纳瓦尔，我有工作，我有名牌大学的学位，我开着不错的车，我每年有2周的带薪假期，我怎么可能是奴隶？任何无法将一天中2/3的时间留给自己的人，本质上就是奴隶。听好了，无论你是那个在华尔街运筹帷幄的银行家，还是那个在国会大厦里制定法律的政客，或者是那个在象牙塔里著书立说的学者，如果你的一天有24小时，除去睡眠，醒着的16个小时里，你无法掌控其中的11个小时。如果这些时间是属于老板的，属于客户的，属于那个不断震动的手机的，属于社会强加给你的社交礼仪的，那么你就是穿著名牌西装的奴隶。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你拥有多少钱。我认识很多身家过亿的穷人，他们买得起私人飞机，但买不到在周二下午关掉手机，坐在公园长椅上看云发呆的1小时。我们被这个社会灌输了一个巨大的谎言，这个谎言叫做加法。但在我看来，自由的唯一货币是时间。我们不是由我们做了什么来定义的，而是由我们拒绝做什么来定义的。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是一种生存的哲学。我们必须像拿凿子的雕刻家一样活着，而不是像填鸭一样活着。想象一下米开朗基罗，当人们惊叹于大卫像的完美，问他是如何从一块粗糙的大理石中创造出如此神作时，他给出了一个足以震动灵魂的答案。他说，大卫一直都在那块大理石里，我没有创造它，我只是把不属于大卫的部分凿掉了。这就是减法的极致艺术。你的理想生活，那个真正自由、快乐、平静的你，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它被埋藏在你对他人的讨好之下，被埋藏在你对物质的贪婪之下，被埋藏在你对错失机会的恐惧 FOMO 之下。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是去凿掉那些不属于你的部分。现代社会的陷阱在于，它让你相信成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更多更多更多。这就像拿着一个孔眼太细的筛子去河里淘金，你不想错过任何东西，你把泥土、沙粒、石头、枯枝败叶全部留在筛子里，紧紧抓住不放。结果呢，你得到了一盘沉重的毫无价值的垃圾，而真正的金子因为被这些垃圾掩盖，你根本看不见。为了找到金子，为了找到那真正属于你的大卫，你必须把筛子的孔眼变大，你得有勇气让沙土流走，你得让那些看起来好像有价值，其实只是负担的东西流走。只有当你不害怕失去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拥有。这让我想起了列夫·托尔斯泰晚年讲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故事里有2个角色，一个是宫廷里位高权重的权臣，一个是乡下的修表匠。权臣拥有巨大的权力，无数人仰仗他的鼻息，但他的一天是被切碎的。早晨要上朝，中午要陪皇帝吃饭，下午要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晚上还要应付那些虚伪的社交晚宴。他的每1分钟都属于别人。而那个收入微薄的修表匠每天只工作4-5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在森林里散步，他在炉火旁读书，他陪伴生病的妻子，他看着窗外的雪花落下。托尔斯泰问，究竟谁才是真正富有的人？答案在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修表匠才是那个富人，因为他拥有生命中最昂贵的奢侈品，属于自己的时间。而那位权臣
不过是一个穿着丝绸长袍、戴着金锁链的囚徒。如果你没有将时间留给自己，不管你的头衔多响亮，你仍然是时间的奴隶。所以，与其追逐更多的人脉、更多的快乐、更多的活动、更多的物品，乃至更多的成就，我们往往能通过减少这些，获得更大的满足。这听起来反直觉，对吧？让我们引入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大师的视角，叔本华。叔本华认为，幸福并不是来自追逐快乐，所有的快乐都是短暂的，像是指缝间流走的沙。真正的幸福本质上是消极的，它的实质是免于痛苦。如果你能消除生活中的焦虑，消除不必要的压力，消除对他人评价的恐惧，消除身体的病痛，当你把这些负面因素都减去之后，剩下的那种平静的状态就是幸福。我的好朋友也是《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他把这个概念称为否定法 via negativa。 他是一个极度的怀疑论者，但他也是一个极度的生活家。塔勒布说，幸福最大的、最可靠的来源不是来自于增加什么，而是来自于消除或减少不幸福，尤其是长期的压力、焦虑和不满的来源。这比你买一辆法拉利，或者在 Instagram 上获得100万个赞带来的幸福感要持久得多。我们在这里追求的并不是那种甚至有点做作的极简主义。现在的极简主义被商业化了，变成了一种你必须扔掉所有东西只睡在地板上的表演。不，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追求的是一种精确主义。这是一种追求清晰和严谨的生活态度，这是一种对外科手术般精准度的追求。我们要培养一种直觉，一种能够瞬间判断什么该留、什么该滚蛋的直觉。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是这种美学的巅峰代表。有一次，他要接待一位大将军，将军满怀期待地走进茶室，以为会看到满屋的金银财宝或奇花异草，结果他发现偌大的房间空无一物，只有墙上的壁龛里插着一只孤零零的梅花。将军疑惑地问，这是为我准备的吗？是不是太寒酸了？千利休平静地回答，正因为是你，我才撤去了所有多余的东西，只留下了这一只，因为只有这一只才能代表春天的全部。这只梅花因为没有了周围的噪音而显得无比震撼。这就是精确的力量，少不是为了少而少，而是为了纯粹而流。这种思想在现代艺术里也有共鸣。你看那些现代主义的画作，干净的几何形，利落的线条，艺术家删减细节，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创造意义。当我们敢于信任自己的感受，敢于精确的取舍，我们才能慢慢识别出什么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部分。那一刻，我们的人生也会像一幅经过精心提炼的画作，线条简洁，光影分明，主题清晰。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我们如何拿起那把凿子？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操作手册。首先是决策的艺术。我们在生活中面临无数选择，买不买这件衣服，去不去这个聚会，接不接这个项目。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好像还不错，或者也许吧，或者如果不去会不会不太好。给你一个极其简单的过滤器，这是我多年投资和生活总结出来的铁律。如果你的反应不是 hell yeah， 太棒了，当然要，那么答案就是 no。 这听起来很极端，这意味着你会错过很多还不错的机会。但生活中的陷阱恰恰就是那些还不错的东西，它们是平庸的温床，它们填满了你的时间，耗尽了你的精力，让你在真正的大机会来临时已经精疲力竭，无力抓住。如果对于一件小事，比如读一本新书，你都要犹豫半天，那就别读。如果对于买一件衣服，你还要想它什么时候能穿，那就别买。对于更复杂的大决定，比如是否搬家、是否辞职、
是否结婚。这里有一个更加反直觉的原则，如果你需要列出长长的清单来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那它通常是错误的。查理芒格，那位充满智慧的老人，他说他一辈子没做多少聪明的决定，他只是避免了做愚蠢的决定。他说，最糟糕的决定往往伴随着最多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当你内心确信的时候，你不需要理由。你站在狮子笼面前，你不需要列出10个理由来决定不跳进去，1个理由就够了。狮子会吃人。如果你在一段关系中，你需要告诉自己，但他工作稳定，但他父母人好，但他偶尔也挺体贴，而且我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停下来，你在欺骗自己。这种过度理性化的罗列往往掩盖了你直觉上的厌恶。真相往往是简单、直接，不需要修饰的。如果你需要说服自己去做某件事，那通常意味着你内心深处并不想做。当然，医学治疗这种极其复杂的事情除外，但在生活的大多数决策中，听从那个最原始的声音，往往是最优解。接下来，让我们谈谈人，这可能是最难做减法的领域。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交网络编织的巨大幻觉中，我们以为认识的人越多越好，通讯录越厚越好，但这本质上是一个庞氏骗局。问问你自己，你的几千个微信好友里，有多少人是如果明天你破产了，或者生了重病，你愿意毫无顾忌地打电话给他们的？或者反过来，有多少人是你可以忍受和他在一个孤岛上共度1个月的？我们有多少人仅仅是因为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在同一个空间而维持着关系？邻居、同事、老同学，这种邻近性带来的关系往往是低质量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深度关系是稀缺的。当你试图维持超过一定数量的关系时，所有的关系都会变得表面化、交易化。我读过一位作家的自白，他说，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讨厌人，而是讨厌把时间花在让我感到空虚的人身上。有些关系之所以让人疲惫，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们之间没有共振。这不代表我们要变得冷漠无情，相反，这代表我们变得更加深情、更加专注。我们的精力和爱是有限的资源，这就像你的银行账户一样。如果你把这些资源撒胡椒面一样撒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点头之交身上，你就是在浪费生命。学会把那些让你感到消耗的人请出你的生活，这不是残忍，这是对你真正爱的人负责。只有当你清理了杂草，玫瑰才能盛开。再来说说承诺，这是现代人的另一种绝症。我们多久仅仅因为我们的日程表有空就同意去做某事，或者因为我们害怕错过 FOMO。 塔勒布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人生中的很多所谓机会，其实像是超市里那些贴着限时抢购的商品。你本来根本不需要那个电动搅拌机，但你看到仅剩2台3折优惠的字样，你的原始大脑就慌了。你觉得不买就是吃亏，于是你把它买回家。结果呢，它既不实用，也占了你厨房的空间，最后变成了接灰的垃圾。我们答应的很多饭局、会议、合作、活动，本质上就是这种限时抢购的搅拌机。我们以为把日程表填满就是生活充实，其实我们只是在用忙碌来掩盖内心的空虚。精要主义里写道，真正聪明的选择不是能做多少，而是知道哪些不做也绝对不会后悔。我们要学会区分可行的和值得的。很多事情是可行的，你可以去做，但这不代表它值得你生命的投入。最后，我们要谈谈物质和刺激，这可能是最容易下手，但也最容易反弹的领域。看看你的衣柜、你的车库、你的储物间。如果明天一场大火把这些东西都烧了，当然，人没事儿，你会真正怀念其中的多少？爱因斯坦每天穿几乎一模一样的灰色西装，乔布斯永远是黑色高领衫和牛仔裤。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一个关于大脑的深刻秘密：决策疲劳。你的认知能量是有限的。每一天，
你的大脑电池只有那么多电。如果你把电量浪费在今天穿什么、那个摆设要怎么擦、车库里的杂物怎么整理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你就没有足够的电量去思考相对论或者设计 iPhone 了。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像苦行僧一样，而是我们要认真地问自己一句话：这个东西真的值得我每天为它做决定、清理保养、腾出空间来照顾它吗？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了物品，其实很多时候是物品拥有了我们。我们在为我们的财产打工，比物质更可怕的是信息的过载。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巴胺的自助餐厅里，你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刺激新闻、短视频、社交媒体、八卦。我们的大脑从未有过片刻的停歇，我们获取了无限的信息，却失去了深刻的个人化的体验。我们焦虑地刷着新闻，生怕跟不上热点。但说实话，1个月前的热点新闻，现在对你的生活哪怕有一丁点的影响吗？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说得很犀利，我们并不是在娱乐中寻找快乐，而是在娱乐中寻找一种对意义感丧失的暂时遗忘。我们刷手机，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自己，我们害怕那种寂静。乔布斯不让他的孩子玩 iPad， 这很讽刺，对吧？因为他知道，持续的屏幕刺激会偷走人类最宝贵的能力，深度思考的能力。真正的创造、深度的重建、灵魂的觉醒，只有在那片宁静中才有可能发生。你需要无聊，无聊是创造力的摇篮。如果你不能忍受内在的寂静，你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通过这一系列的雕琢，减少不必要的决策，减少无效的社交，减少虚荣的承诺，减少信息的噪音，我们最终得到的是更少的担忧。我们减少了焦虑、困惑、压力与疏离的来源。我们将生活还原成了它本该有的样子，就像亨利、大卫、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所说的：如果一个人自信地朝着他的梦想前进，并努力活出他所想象的生活，那他将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意想不到的成功。请注意，他说的是平凡的日子，不是在你上市敲钟的那一天，不是在你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而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周二清晨。当你醒来，感到内心清澈，对生活充满掌控感的时候，当生活变简单了，宇宙的法则将不再显得复杂。孤独不再是孤独，而是独处。贫穷不再是贫穷，而是简朴。软弱也不再是软弱，而是温柔。这是一种深刻的现实洞察。越是复杂的世界，越需要简单的心智结构来穿越。我知道，不是每个人现在就能抛下一切去当隐士，这不现实。你有房贷，你有孩子，你有责任。但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这很难，但这是值得追求的方向。我们依然习惯用加法来定义成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这台巨大的机器就是这样设计的。但如果有一天，哪怕是一瞬间，你能将成功与满足视为一种减法过程，那你就开始觉醒了。我们或许需要尝试许多版本的生活，才能知道什么真正适合自己。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勇气退回那些并不适合的版本。我们必须学会崇尚拒绝，每一次说不，都是在为那个真正重要的事腾出空间。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减法与雕琢，直到只剩下那一块真正属于我们的人生雕塑。也许我们并不是走错了方向，只是我们早就跑过了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那个最初的生活愿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保持清醒是一种反叛。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些思考对你有哪怕一点点的触动，或者让你开始重新审视你的日程表，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打算从生活中减掉什么？是那个消耗你的酒肉朋友，是那个毫无意义的应酬，还是那个让你焦虑的新闻 App？ 这是一个关于清醒的社区。如果你想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保持清晰的头脑，找回属于你的时间主权，记得点赞、订阅，并且一定要打开那个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我们关于心智自由的深度对话。
不要让算法控制你，你要控制算法。我是纳瓦尔，我们下次见。